中国的高原工程施工经验，全世界首屈一指，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就修通了青藏公路。解放军的工程兵部队基本上是平均1公里牺牲1名战士，靠生命摸索了高原工程的建设经验。正是有了这样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支撑了我西部边境地区大规模的战场建设。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在西线边境对印度取得显著的优势。最近呢，中国在中印边境班公湖上修建大桥的事儿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有长期关注中印态势的人说，中国方面岂止修了桥整个地区的战场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一轮边境较量中，中国已经明显占了上风。我们来注意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自从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到现在，印度方面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调门是明显的放低了。莫迪政府的主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长辛格，虽然在谈到中印边境问题的时候嘴还是很硬，但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印度媒体发布什么前线冲突的消息了，也很少公开展示印度军队在西线边境实施战备巡逻的影像。虽然一些印度的右翼人士经常在推特上大骂莫迪政府丧权辱国，但并没有得到回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印度政府确实在给中印边境问题降温，确实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中印边境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这是我方长期以来对印度采取忍让为主、说服为上的主要原因。一旦在中印边境出现问题需要采取行动，就会分散我们的精力，消耗我们的资源，会让美国以及反华集团有机可乘，影响台湾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国际战略问题的解决。所以和印度之间就算不能把关系搞得很好，也要尽量的避免发生热战。矛盾论告诉我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先解决主要矛盾。但是当次要矛盾发生质变，严重的影响到主要矛盾解决的时候，那也可以先解决次要矛盾，再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中印问题就是这样，当印度听信美国的挑唆，准备在中印边境闹事儿，影响到我解决台海和南海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是准备将东边的问题、南边的问题放一放，先着手解决西边的事儿。这就是2020年的形势。客观的评价，印军的军事理论和文明程度很一般，其建设水平和组织能力也不在话下，武器装备的适配性和自主性更是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政府和他的军方领导层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和判断能力。根据外电的详细报道，现在中国在整个边境西段实施了大规模并且卓有成效的军事建设，其中包括把加勒万河谷一带的临时营地改造成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在班公湖上修建了2座大桥，在班公湖的南岸和曼东湖的北岸修筑了战备公路等等，在双方脱离接触位置的后方1公里的地方建立了大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基地附近还有大量的光伏发电设施以及高等级的公路等等。在阿克塞县的很多位置，他们还观察到了有很多的大型的直升机的起降场。如果这些报道全部属实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彻底的补齐了中印边境西段在战场建设上长期存在的短板弱项，建立起了一条坚固的边防线。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同时具备2个方面的能力，一个是国家要有雄厚的财力和物力可以支撑这个战略方向的边防建设，二是要有足够的高原工程建设能力，在海拔4000甚至是5000米，在高原高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需要有充分的技术储备和技术力量，才能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面把这些基础设施建成。中国的高原工程施工经验，全世界首屈一指，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就修通了青藏公路。解放军的工程兵部队基本上是平均1公里牺牲1名战士，靠生命摸索了高原工程的建设经验。为了解决高原永久冻土层上的建设问题，我们开展了几十年的科研和实践，
那现在这些成果广泛的应用在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的修建之中。正是有了这样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支撑了我西部边境地区大规模的战场建设。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